大家好，我们下面介绍一下 LK150在使用之后的一个日常的保养。一般 LK150我们在使用之后，大家对它的一个机针以及机头的日常保养，我们可以准备这样的一把小清理刷。这个刷子的话是在网上可以买到的一个电脑清洁毛刷。大家可以在淘宝上买到，或是平时的一些那个精品店、礼品店里面可以去看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小刷子。那大家准备一个这样的刷子，我们如果在编织完成之后，将织片卸下来以后，大家可以将织针，可以先准备这个小刷子，将这边，也就是我们机床上面的这些卡槽里面的毛屑，用这个小刷子将它刷一下，将我们里面编织过后残留的一些毛屑以及毛丝全部将它清理出来。整个机床全部走一遍，清理之后，大家可以推出织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织针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残留很多的一些毛屑，因为我们的毛线上面都会有很多的毛屑。那我们每编织一次完成之后，尽量将这里面的清理一下。我们将织针推下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一个部位，也就是我们织针 A 位靠边缘的这个地方会有很多的灰以及脏东西，我们用这个毛刷将它全部清理一遍。看到了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很脏的东西？我们将它全部清理一遍。整个机床用这样的方法去清理它，然后我们的刷子可以竖着，这样将里面的一些毛屑将它全部刷出去。那经常还会有群里的姐妹们会问我们的 LK150怎样对它来进行上油。大家都知道我们编织机里面自带的一瓶油壶，那这一个我将它灌到了这个喷瓶里面，大家不灌也可以的，直接将这个油取出来之后，千万不要直接将这个油喷洒到我们的机器上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沾更多的毛屑在机床里面或是这个卡槽里面，清理起来的话会比较的麻烦。那大家可以将家里面的不需要的一些棉布，旧的棉布就可以，我们轻轻沾一点油之后，将它完全的浸湿到我们的这个棉布里面之后，这样擦拭我们的机床。因为我们 LK150啊，它的那个机床的话是塑料的，不是铁的，所以我们清理起来的话还是比较的方便的。然后将这些脏的东西全部清理好之后，大家看我们会擦出来许多的脏东西。然后机针上面的话，大家也可以适当的擦一点油。那我们用干净的一面，同样将这个棉布浸湿之后，涂抹到我们的织针上面。大家在涂抹的时候啊，需要将这个针舌将它关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针舌打开这样刮的话，容易将我们的针舌损坏。这个上油的工作的话，不需要经常去做它。如果大家觉得推起来比较吃力，然后推起来比较费劲的情况下，我们首先清理机床，整个机床将脏的东西全部用这一个小刷子将它全部刷出来之后，然后将机床上脏的东西全部擦干净，包括这边全部擦一遍之后，然后再轻轻的少喷一点油，在织针上面抹一遍。这就是我们对机床的一个保养。那大家会问到我们的机头该怎样保养？机头也是一样的，我们取下机头来看一下。大家会发现我们 LK150它的一个机头的话是结构比较简单的。我们一般在编织的时候，这个是与我们机床上的轨道来进行咬合编织的。一般我们的织针在这些位置，那我们会看到里面会有很多脏的东西，
还有这些地方。首先我们同样用刷子将里面的毛屑全部清理掉。那我们清理的时候，不要对着我们的编织机来进行刷，这样的话我们会把这些毛屑全部刷到我们的卡槽里面去。那我们在别的地方将这些脏东西全部刷掉，这样我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那平时的话，我们会远离一下机台，然后去刷。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毛屑，很脏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的刷子刷不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同样用棉布，然后在卡槽里面，我们会发现这里面的话，我们手是不容易擦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棉布沾取少许的机油之后，用机台里面自带的这个修改针，我们这样将里面的缝隙、卡槽里面的这些脏的全部擦掉。大家看一下，擦出很多的脏东西。然后我们依次这样将里面的全部清理出来。大家会问多久对机器清理一次？那我们自己在编织的时候，机头的话是很容易取出来的，大家可以自己观察一下。如果太脏，然后太脏里面的东西太多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清理了。然后这个机头的话，我们看一下，整个清理出来很多的，就是平时我们编织，然后线残留在里面的一些脏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毛刷，我们要保证上面没有毛线缠到我们的毛刷里面，或是这两个小刷子，我们有的时候比如马海毛之类的，它就会缠到这两个小刷子上面。那我们可以用手将它经常的清理一下，保证这两个刷子上面只有它本身的这个毛刷。然后接下来是打油的一个工作，同样请大家记住，我们在对机头以及机床进行上油的时候，一定不要太多的油，不能直接将油喷洒到上面，需要喷少许的油，然后将布完全的浸湿之后，那我们可以将油打到这个位置，请大家看一下这些位置，也就是我们过机针的这些位置。如果手指无法将它这个布塞进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辅助的这个修改针来进行对这些地方打油。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话，我们 LK150的话，机器经常清理，然后上油的话，编织起来就会比较顺畅。大家看，我们这样打好油之后的话，还有这些部位有脏的东西，那大家可以将它全部擦拭干净。然后油的话，多余的油我们可以在这些地方都擦一下。因为 LK150的编织机它的一个结构是比较简单的，所以的话保养工作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大家只要保证我们机床以及机头里面的清洁度，油的话不需要经常打。如果感觉到编织起来比较费劲，或是拉动机头的时候比较吃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它适当的进行上一点油。上油就可以用这样的棉布来进行擦拭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基本的保养工作就完成了。然后我们退出支针试一下，这样的话拉动机头就会比较的轻松，不会说有很紧很吃力的这样的现象。同样还有卡槽的位置，我们看一下，我们会发现 LK150每一个针齿中间都有一个卡槽，那我们会看到使用时间很久的话，这些卡槽会很黑，这是我们的织针经常在这个位置编织摩擦所产生的一个痕迹，然后有黑黑的东西。如果我们大家有时间的话，用同样的方法来清理它，将每一个卡槽150针每一个卡槽，用这样的方法上少许的油，然后一个一个的将它清理干净。这样的话，我们的机器基本保养就完成了。我们看一下会
会擦拭出来很多的脏东西。我们将这些东西清理出来之后，那我们的编织相对也比较省力了。所以机器也需要大家的维护与保养。那以后希望大家在编织完成一件作品或是几件作品之后，都需要对机器来进行一个大清理，尽量少编织一些比较粗或是有特色的一些毛线，比如大家经常会问到绒绒线，就是一个编织那个毛茸茸的那个线，还有就是一些结子的纱线。那我们在编织的时候，如果大家实在想编织它的话，那我们也有一个办法。经常大家会问到密度我们粗的线用几？那如果太粗的线的话，我们可以用1隔1的一个方式去编织它，因为这边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粗线来作为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起针的时候用1隔1的方式来进行起针。起好针之后，我们会将 A 位上的织针推到 B 位，针针编织，也就是每一针都来进行编织。那如果我们碰到绒绒线或是特别粗的一些纱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采用1隔1的编织方式，也就是我们起好针之后一直这样编织，不将 A 位上的织针推下来。这是在编织特别粗的绒线的时候所采用的一个编织方法。那到这里，我们 LK150的基本保养就讲完了，请大家平时在编织的时候多爱护我们自己的编织机，然后的话，日常的清理的话，也要经常的去看一下机头是否里面残留的很厚很多的一些毛屑，以及我们机床、机针上面是否很脏，有很多的脏东西，或是有很多的毛屑堆积。这样的话，我们清理好之后，在编织的时候也比较的不容易出问题，也是对我们机器的一个日常的维护。好了，今天 LK150的日常保养我们就讲解到这边。